有3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商量过，却在同一个方向上指向了同一个结论。一位来自西方的灵媒帕克，一本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古老预言奇书，还有一套以一个甲子为周期的结束推算。这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最后竟然交织在了一起，汇聚成了一句让很多人都不敢轻易说出口的话。他们说，那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体，有可能在不算遥远的将来不复存在。中国或许会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联邦制，香港可能重新拥有它自己的面孔，而上海与广东这2块中国最富庶、最开放的土地，会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荒唐？一个延续了70多年的庞大政权，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怎么可能说分就分？别急着下结论，今天我们不站队，不喊口号，我们只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就是把这3个预言一层一层剥开来看，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又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感到不安。因为当你真正听完，你会发现这件事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也耐人寻味得多。我们先从那位西方灵媒帕克说起。在帕克最近这几年的预测里，关于中国的部分几乎是他讲的最多也最坚定的一块。他反复强调一个画面，他说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像当年的苏联一样，在巨大的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走向解体。请注意他用的这个词，解体，不是被谁打败，不是被外敌攻陷，而是从内部开始，一块一块地松动、剥离，最后分崩离析。他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中国不会永远是那条喷着蒸汽轰隆向前的钢铁巨龙，总有一天它会向内塌陷，碎裂成若干个更小的部分。为了让我们更能体会帕克这个判断的分量，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当年那个庞大的苏联究竟是怎么倒下的。苏联的解体并不是被外国军队用炮火轰开的，在它崩溃的前夕，它依然拥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核武库、最辽阔的疆域和一支让整个西方都为之忌惮的红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从内部一块一块地碎裂开来。经济的长期停滞，财政的不堪重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日益离心的情绪，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逐渐空心化，这些力量彼此叠加，最终在1991年让这个超级大国轰然解体，分裂成了10几个独立的国家。帕克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模式。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悄悄积累着某些和当年苏联相似的内部张力。当然，中国和苏联有着太多本质上的不同，这种类比是否真的成立，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争议。但帕克之所以反复提起苏联，他想强调的恰恰是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碎裂之后呢？帕克并没有把画面停在这个略显灰暗的地方，恰恰相反，他描绘了一个他认为相当光明的未来。他说，在旧的结构崩解之后，一个由若干个民主地区组成的松散联邦，或者说邦联，将会慢慢成型。而支撑这个新中国的精神内核，不是别的，正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念。他说，未来的中国会诞生出一种全新的、带有东方色彩的民主资本主义，它的根就深深扎在三民主义的土壤里。他甚至认为，这个脱胎换骨的新中国不仅会给中国人自己带来希望，还会反过来影响并启发世界上其他的民主国家。如果我们试着把帕克描绘的这幅画面落到更具体的地面上，它大概会是这样一种轮廓。原本那个高度集中，所有重大决策都从一个中心发出的庞大结构，会慢慢松开它紧握的拳头，取而代之的是若干个各自拥有相当自主权的地区，他们也许各自打理自己的经济，各自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再透过某种松散的协商机制连结成一个整体。说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这实在太过遥远，但别忘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多元的庞大存在。从说着粤语的岭南，到操着吴侬软语的江南，再到广袤的西部与辽阔的东北，这片土地上的语言
饮食、气候，乃至人们的性格与生活方式，本来就千差万别。沿海那些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与内陆某些偏远闭塞的乡村之间，那种发展程度的鸿沟，有时甚至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帕克所看到的，或许正是这种潜藏在内部的多元性，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之下，被重新放大、重新浮现出来的可能。而且请特别注意，这幅裂解与重组的画面，几乎每一年都会在他年底发布的世界预测里反复出现。对他而言，这并不是某一次灵光乍现的孤立念头，而是一个在他脑海里盘旋了许多年、挥之不去的固定意象。正因为他如此固执的反复浮现，才更值得我们停下脚步，认真地掂量一番。说到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帕克本人提起过好几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许多年以前，孙中山先生的一位后人曾经专程找到他的妻子珍，请他做过一次灵视解读。正是从那一次接触开始，帕克说，他对中国未来的某种画面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感应。当然，这种说法你信也好，存疑也好，都很正常。但你不得不承认，当一位西方的预言家把中国的未来和孙中山这个名字紧紧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待会儿讲到第三个预言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孙中山这三个字是怎样像一条看不见的暗线，把这三套完全不同的预言悄悄缝在了一起。除了联邦和民主，帕克还补充了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他说，西藏在未来会成为一片独立的精神净土。他甚至用了精神国家公园这样一个很浪漫的说法，意思是说，那里将不再是与世隔绝的禁地，而会变成一座照亮全世界的精神灯塔。在他的描绘里，这场巨大的转变并不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浩劫，而更像是一次破茧成蝶的新生。那么问题来了，帕克的话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平心而论，我们得实事求是，帕克确实有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命中。他曾经说中过英国女王离世的时间，说中过特朗普的当选，也对一些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做出过提前的提示。这些是他的支持者津津乐道的战绩。但是我们也必须诚实地指出另外一面，帕克关于中国的预言在具体的时间点上其实一直在变动。他早些年曾经暗示过某个更早的年份，后来又把目光投向了更靠后的时段，甚至把可能性放到了2028年前后。换句话说，他看到的或许是一个大的方向，一种趋势，但具体是哪一年，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连他自己都在不断修正。所以我们听帕克听的应该是那个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而不是某一个被钉死的精确日期。把这一点先记在心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预言，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结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推背图。推背图相传是唐朝初年的两位高人袁天罡和李淳风所著，被很多人尊奉为中国历史上最玄妙也最受推崇的一部预言奇书。它一共60项，据说从唐朝一路预言到遥远的未来，历朝历代，每当天下将有大变，总会有人翻出推背图，对着那些晦涩的谶语和宋词反复推敲，试图从中窥见一丝天机。事实上，正因为这部奇书实在太过玄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对它几乎都抱着一种又敬又怕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每逢乱世，总有人想从中寻找改朝换代的天机；另一方面，当权者又生怕这些谶语会动摇人心，蛊惑百姓。于是，从唐宋一直到明清，推背图屡屡被官府列为禁书，三令五申，严禁民间私自抄录与流传。据说当年甚至有皇帝故意命人打乱他原本的次序，再掺入大量真假难辨的版本，让他在民间越传越乱，好借此削弱他的影响力。可越是禁，他就越是顽强的流传，反而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一代又一代悄悄地传到了我们今天的手里。光是这一份历经千年而不绝的生命力，就足以说明这部书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要读懂推背图看待中国命运的眼光，我们得先记住清代才子金圣叹在批注里写下的一句话。他说：九分必合，九合必分，礼数然也。
这短短的10个字，几乎道尽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呼吸节奏。分久了会合，合久了会分。这在金圣叹看来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天道的规律。你看，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到秦汉的大一统，再到魏晋南北朝的再次撕裂，然后是隋唐的重新缝合，5代十国又散，宋元明清又聚。中国这片土地就在这一张一弛、一分一合之间走过了它漫长的岁月。那么如果这个规律到今天还在继续，我们眼下所处的这个长久的大一统会不会也正悄悄地走到了它的某一个拐点？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推背图里几个被后人反复讨论的象。最受关注的是第44象。这一象的宋词里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叫做否极泰来九国春。否极泰来意思是坏到了极点就会转好，这本是个吉兆，但真正让解读者们争论不休的是后面那3个字九国春。九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派解读认为，这个九并不是确指9个，而是泛指多个，它描绘的是一幅多个地区、多个自治单元并立共存，各自迎来春天的繁荣景象。也就是说，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一象隐隐指向的正是一个不再由单一中心牢牢攥紧，而是多元并立的未来中国。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项还反复提到一位圣人的出现，说中国而今有圣人，仿佛在预告，当旧的秩序崩解之后，会有一位德行深厚的人物顺应天命，登上历史的舞台。顺着这条线往下看，第52象又给出了另一个画面。这一项的宋词里有一句乾坤再造再角亢。乾坤再造这4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你细细体会一下，他说的不是修修补补，不是寻常的改朝换代那么简单，而是天地被重新缔造，是一次彻底的、根本性的重生。而角亢是中国古代星宿系统里的2个方位。解读者们认为，这是在用天象的语言标记那个天地重生的时间窗口。在这些人的眼中，这不是一次政权的更替，而是一个时代的整体翻篇。再往后，第53象的画面就更具体了。他说，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修命。关中指的是今天陕西一带的那片土地，自古就被人称为800里秦川。很多解读者相信，这一象预言的是，在旧政权落幕之后，一位来自关中的新领导者将会登上舞台，而这个人的形象被描绘得相当正面，礼贤下士，谦虚开明，求贤若渴，顺应天命而行。换句话说，推背图描绘的那个过渡之后的中国，并不是一片废墟，而是一个由贤明之人引领，重新走向安定的新局面。把这几项连起来读，你会发现推背图透露出的是一条相当清晰的故事线，一个长久的结构走到尽头，一场乾坤再造般的巨变降临，多元的地区格局浮现，然后一位开明的新领袖登场，天下重归安宁。这条故事线和帕克所描绘的那个从解体到民主联邦的画面，是不是有一种隔着1000多年遥遥相望的奇妙味道？2个身处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讲述者，竟然描绘出了如此相似的轮廓，这本身就足够让人深思。而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些，会发现这种在大变局的尽头会有一位救世圣人降临的想象，几乎是横跨了所有伟大文明的共同母题。在许多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传统里，人们不约而同地相信，当世界陷入最深的黑暗与混乱之时，总会有一位带着光明的人物适时出现，拨乱反正，开创一个全新的太平盛世。推背图里那位顺天应命的圣人，帕克口中那个带领中国走向新生的领导者，乃至于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预言里，那一个又一个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形象，仿佛都在诉说着人类内心深处同一种古老的渴望。为什么天南地北素未谋面的人们会在这一点上如此惊人地一致？也许这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物种共有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每当身处乱世，每当看不清前路，人们就会本能地去呼唤一位能够收拾残局、重建秩序的救世者。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预言与其说是在描述未来，不如说是在映照人心。他们照见的
是人类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时那一份既恐惧又期盼的复杂心情。当然，我必须在这里踩一脚刹车，提醒我们所有人，推背图的解读从来都是事后诸葛亮最容易，事前则人言人殊。同样的一项，不同的人能读出截然相反的意思。历史上太多人试图用它来预测当下，结果往往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硬往那些谶语上去套。所以推背图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对历史节奏的那份洞察，在于它的意象和气韵，而不在于它能不能精确到某年某月。我们欣赏它，但不必把它当成一张板上钉钉的时刻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第3个预言，这一个可能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这就是赤马红羊节。什么是赤马红羊？这要从我们中国古老的干支纪年说起。我们的老祖宗用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相互搭配，60年循环一轮，这就是一个甲子。在这个循环里，每隔60年就会遇到一次丙午年，以及紧接着它的丁未年。天干里的丙和丁都属火，火是赤红色的。地支里的午对应的生肖是马，未对应的生肖是羊，于是丙午年就被叫做赤马年，丁未年就被叫做红羊年。而我们此刻正身处的这个2026年，恰恰就是丙午赤马年，再过几个月就要到来的2027年，正是丁未红羊年。这个以60年为一轮的甲子，在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技术单位，它更像是一种用来衡量历史与人生的特殊尺度。一个甲子，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垂垂老矣的完整一生，也差不多正好是3代人交替更迭的漫长跨度。古人之所以如此看重一个甲子的轮回，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许多兴衰治乱的深层道理，唯有把时间拉长到这样的尺度之上，才能够真正看得清楚。而丙午与丁未这2个年份，恰恰就是在这60年的大循环里被反复标记出来的2个特殊节点。那么，为什么这2个年份会被冠上一个沉甸甸的节字呢？这就要提到一位南宋的学者柴望。柴望生活的年代正是蒙古铁骑大军压境，南宋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忧心如焚，闭门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另类的事情。他像一位古代的数据分析师一样，把从战国一直到5代，横跨上千年里所有的丙午年和丁未年全部翻找了出来，一个一个的去核对，看看那些年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把研究的成果写成了一本奇书，叫做《丙丁归鉴》。柴望的发现足以让任何一个读史的人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统计的那21轮丙午丁未年里，竟然密集地发生过数十件足以撼动天下的大事，改朝换代、外族入侵、弑君夺位、大规模的叛乱，几乎没有哪一轮是平平静静度过的。他由此推论，丙丁属火，午未又带着燥土的性质，火性猛烈，容易引发纷争，土性厚重，容易积累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往往就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更容易在这种极端的能量场里崩解，而人心也更容易在这个时候走向极端。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必须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柴望的这套统计其实隐藏着一个不太容易被察觉的陷阱，那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几乎每一个年份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一些灾祸与动荡。当我们刻意只去挑选那些丙午与丁未的年份，在专门盯着那些年里发生的坏事看时，自然很容易就得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可反过来，那些同样风平浪静的丙午丁未年，那些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的太平岁月，却很容易被我们选择性的忽略掉。所以，赤马红羊节到底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天道规律，还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心理建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去辨析的问题。我把这层道理先摆在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它，而是希望我们在面对任何一种看似神准的预言时，都能多保留一分独立判断的余地。光说理论，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我们来看几个活生生的历史例子，你就知道这个节字到底有多重。最典型的一次就是北宋的灭亡。1126年，正是丙午赤马年，金兵第一次大举南下，包围了北宋的都城，逼着宋朝割地赔款求和。紧接着的第2年，
1127年，丁未洪阳年，金兵卷土重来，攻破了京城，把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连同宫里几千名宗室和女眷，统统掳掠到了北方。一个曾经繁华无比的王朝，就在这一个赤马，一个洪阳的短短2年之间，轰然倒塌，史称靖康之变。那是一场让后世读来都觉得无比屈辱的亡国之祸。再往近处看，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一轮丙午丁未是从1966年开始的。那2年发生了什么？但凡对中国当代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一场持续了10年，深刻改变了整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巨大动荡，恰恰就在那个丙午赤马年揭开了它的第一页，又在随后的丁未洪阳年里迅速烧向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历史的这种巧合，不能不让人感到一阵寒意。如果我们再把目光往回推一推，会发现上一个丁未洪阳年同样不太平。那是1907年，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就在那一年前后，各地反抗清廷的起义此起彼伏，一场接着一场，整个帝国就像一座四处冒烟，随时都可能倾塌的老旧房屋。而就在这个洪阳年刚刚过去不久，到了第2年，也就是1908年，统治这个庞大帝国长达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以及那位始终被他牢牢压制的光绪皇帝，竟然在短短1天之内先后撒手人寰。一个王朝的2位最高权力人物几乎同时离世，整个帝国的权力中枢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又过了短短3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终于响起，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就此画上了句点。你看，从这个丁未洪阳年开始，短短几年之间，一个延续了近300年的庞大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它的终局。而最让人感慨万千的是藏在这段历史里的一个细节。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丁未洪阳年，当时正在为推翻旧制度而四处奔走、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写下过一句满含苍凉的诗。他说：万象阴霾打不开，洪阳节运日相催。你看，孙中山先生自己就亲口用过洪阳节这3个字来形容他所身处的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就是我前面埋下的那条暗线。一位西方灵媒帕克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孙中山的理念之上，而孙中山本人又恰恰在一个洪阳年里留下了关于洪阳节的诗句。隔着100多年的时光，这2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在2027这个又一个洪阳年的门口悄然交汇。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看透的深层呼应？让我们把这条暗线再理得清楚一些。第一个预言的主角帕克，他反复强调，未来新中国的精神内核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二个预言推背图，他描绘了一位顺天应命、重整山河的圣人形象。而第三个预言赤马洪阳节，他最沉重的那一句注脚，恰恰出自孙中山本人在一个洪阳年里写下的诗句。你看，孙中山这个名字就这样若隐若现的同时出现在了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之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条反复浮现的暗线至少让这3个预言之间那种神秘的呼应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了。更巧的是，按照一些堪舆玄学的讲法，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正好走入了所谓的九运，而九运的当令之气恰恰也是离火，火上加火。于是不少玄学家认为2026到2027这2年的火气已经旺到了一个极点。他们由此推断，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地都更容易出现权力的更替、领导层的洗牌，以及各种大大小小冲突的爆发。甚至还有人特别提到，这2年都将出现罕见的日全食天象，认为这是上天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人间的某种大变局提前埋下伏笔。关于这个九运，我们不妨再多说2句。按照中国传统堪舆学里3元9运的讲法，每一个运会持续20年，而我们当下正身处的这个九运，大约从2024年开始，要一直延续到2043年。九运所对应的卦象正是代表火的离卦。在玄学家的眼中，离火所主的是光明，是文明，是思想，是科技。但与此同时，它也主分离，主革命，
主剧烈的变动。他们相信，在这整整20年的离火运里，旧有的权威会不断受到挑战，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结构会逐渐松动，而与火相关的种种事物，比如人工智慧，比如各式各样的新兴科技，则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少玄学爱好者看来，2026与2027这2年的火气交叠，恰好落在了整个离火大运最为炽烈的开端。于是他们才会格外笃定地认为，这正是一个旧秩序加速瓦解、新格局悄然酝酿的关键时刻。好，3个预言我们都过了一遍，现在最关键的问题终于来了：为什么这3条线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2027，汇聚到了同一个关于中国可能走向联邦、走向分治的猜想之上？你想想看，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诡异了。一位生活在西方的灵媒，一部成书于上千年前的中国古籍，还有一套源自宋代的干支节数推算，这3者之间隔着遥远的时空，隔着迥异的文化，彼此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互相商量、互相抄袭，可他们却像是事先约好了一般，把手指头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当然，一个冷静的人会立刻提醒自己，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甚至是一种我们自己在事后刻意拼凑出来的巧合。但即便如此，当这种巧合以如此密集的方式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根弦还是会忍不住被轻轻拨动一下。它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地问上一句，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我们暂时还没能看懂的共同逻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中国搞联邦制，第一反应就是这太离谱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你真的愿意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你会吃惊地发现，联邦制这个念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甚至曾经距离成为现实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把时钟往回拨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推翻帝制不久，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上军阀林立，一片乱局。就在这样一个破碎的时代里，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它的名字叫做联省自治。这场运动的核心想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让各个省份先实现自我治理，制定自己的省宪法，然后再由这些已经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式国家。他们心目中的样板正是美国和瑞士这样成熟的联邦制国家。这可不只是读书人的纸上谈兵。1920年，湖南省第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率先宣布自治，并且在1922年正式颁布施行了湖南省宪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湖南开了这个头，立刻就引发了连锁反应。四川、贵州、浙江、云南一个接一个的起来响应，纷纷开始酝酿或者制定自己的省县。而在这场运动里干得最有声有色，最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广东。当时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粤人治粤。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广东不仅起草了自己的省宪法，更了不起的是还办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县长民选和县议员民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第一次有机会用自己手里的选票去选出管理自己家乡的官员。在陈炯明治理广东的那短短2-3年里，这片土地在教育、市政、实业、司法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相当亮眼的成绩，一度被视为全国瞩目的模范省。说到这里，故事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恰恰又和我们反复提到的2个名字紧紧相关。第一个名字是毛泽东。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年轻时候的毛泽东曾经是联省自治最激进的鼓吹者之一。他当年甚至公开主张过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湖南共和国。他提出一种由省建国的理念，认为与其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大中国，不如干脆把它拆开，让各省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甚至设想过把当时的22个省加上3个特别区，总共划分成27个各自治理的地方。是的，你没有听错，主张把中国拆成27块的这个大胆想法，最早正是出自年轻时的毛泽东之口。第二个名字更加出人意料，是孙中山。
按理说，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是追求进步的象征，他应该全力支持地方自治，支持联邦制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孙中山对联邦制抱持着相当深的警惕。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过一个意思，大意是说他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他同样极力认为，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条件之下，贸然推行联邦制会起到一种离心的破坏作用，最终只会把中国撕裂成许多互相猜忌、互相敌视的小国家。你看，这是何等深刻又何等讽刺的一个历史悖论。一边是后来建立了高度集权体制的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却在高喊着要把中国拆开；另一边是被尊为国父，象征着民主与进步的孙中山，却在拼命地警告联邦制潜藏的巨大危险。而陈炯明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广东自治实验，最终也正是在和孙中山的路线冲突当中走向了崩溃。联省自治这场运动喧闹了好几年之后，竟然奇异地落幕了。到头来，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反而又一次重新走向了统一。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给我们梳理这一段被很多人遗忘的往事？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统一与分治，集权与自治，这两股力量的反复拉扯，根本就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基因里。它从来就不是某个外人强加进来的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已经争论了100多年的老问题。所以，当帕克、推背图以及赤马弘扬节不约而同地把未来中国指向一种多元并立的格局时，他们所触碰到的其实是这片土地内部一根一直都在的敏感而又古老的神经。那么，假如有一天，这种多元并立的格局真的成为了现实，它具体又会长成什么模样呢？我们不妨借几个现成的例子来想象一番。最经典的当然是美国那种联邦制，每一个州都拥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议会与政府，而联邦的层面则统一负责国防、外交与货币这些最核心的事务。瑞士走得更远，那是一个由20多个地位平等的州紧密联合而成的国家，好几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竟然能在同一面国旗之下和睦共处了数百年。再往大了看，今天的欧盟其实也是一种更为松散的邦联式尝试。许多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共用一个市场，甚至共用一种货币。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更近在眼前的参照，那就是香港与澳门所实行的一国两制。在同一个国家的大框架之下，允许某些地区保留下完全不同的制度与生活方式，这件事本身，中国其实早就已经在做了。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骨感得多。一旦真的要走向联邦，无数棘手的难题会立刻接踵而至。那支庞大的军队该如何安排？究竟是统一掌控，还是分散到各地？货币与财政又该如何划分？富裕的沿海地区是否愿意继续去补贴相对落后的内陆？不同地区之间那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到底该如何弥平？还有那些盘根错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人彻夜难眠。所以你看，从一句轻飘飘的谶语，到一个真正能够运转起来的全新国家，这中间横亘着的距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遥远得多，也艰难得多。明白了联邦制这层深厚的历史渊源，香港以及上海和广东的命运就有了一个可以安放的坐标。我们先说香港，香港是一个太特别的存在了，它有自己独特的法律传统，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崇高地位，有一套和内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有意思的是，在那些研究风水玄学的圈子里，关于这2年赤马弘扬节的讨论，香港人尤其上心。有玄学家认为，这套结束学说虽然主要应验在中原一带，但香港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如果未来的中国真的走向某种松散的联邦或者邦联结构，那么一个拥有如此鲜明个性的香港会在这个全新的格局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会不会重新找回某种更接近自己本来面貌的位置？这是预言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之所以会对香港的命运如此牵挂，是因为它实在承载了太多复杂的情感与记忆。
100多年来，这座城市在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之处，磨砺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它既保留着浓厚的岭南传统，又深受国际规则与契约精神的浸润。这种奇妙的混血特质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其他城市都难以复制的。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人们谈论起未来中国的种种可能时，香港总是会被第一个提起。它就像是一个放在显微镜底下的特殊样本，它过去的轨迹，它此刻的处境，乃至它未来的走向，都牵动着无数人敏感的神经。它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融入那个尚未到来的全新格局，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所有人都在屏息凝视。再来说上海和广东，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总是被人和转向西方这4个字联系在一起？这背后其实有着非常扎实的历史和地理逻辑，绝不是凭空想象。先看上海，上海从近代开埠以来，骨子里就是一座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城市。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它曾经是整个远东最繁华、最摩登的国际大都会。有人把当年的上海称为东方的巴黎，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各国商贾在这里云集。那种开放洋派、见过大世面的城市气质，早就深深地融进了上海的血脉里。即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迁，那份骨子里的国际化基因也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再看广东，广东就更不用多说了，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是当年陈炯明粤人治粤那场自治实验的舞台。广东毗邻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最前沿阵地。广府文化、岭南文化那种务实、灵活、敢闯敢拼的鲜明特质，和内陆地区有着相当明显的不同。一代又一代的广东人漂洋过海，把根扎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与外部世界血脉相连的特性是刻在骨子里的。而如果说开埠与通商是上海和广东遥远的过去，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这份外向基因在当代最有力的证明。我们都还记得40多年前，当中国决定重新打开国门，拥抱整个世界的时候，他选中的第一批试验田正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其中尤其以深圳最为传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渔村一跃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紧接着，上海的浦东也接过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旗帜，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举成为整个东亚举足轻重的金融重镇。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中国想要与世界重新接轨，想要引进最新的资金、技术与观念的时候，最先被推到前台的几乎永远是这几个沿海的门户。这绝不是偶然，他们的地理位置，他们的历史记忆，他们深植于骨子里的那种开放与务实，让他们天然就成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前沿桥梁。所以你看，当预言提到上海和广东会转向西方的时候，他说的其实并不是凭空捏造的离奇剧情，而是在顺着一条早就客观存在的历史惯性往下做推演。这两块中国最富庶、最开放、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土地，本身就和全球市场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在一个假设的多元格局里，他们会倾向于更紧密地去拥抱世界，这在逻辑上其实并不难理解。讲到这里，整个画面似乎都严丝合缝、环环相扣了。3个预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几个性格鲜明的地区，仿佛全都对得上号。但是如果这期影片到此为止，那我就太不负责任了。因为一个真正值得我们信赖的讲述，必须要把硬币的另外一面也清清楚楚地翻给你看。第一个必须要说的是另一位同样享有盛誉的预言人物阿南德。很多人或许下意识地以为所有的预言家都在众口一词地唱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不久之前，阿南德还专门站出来澄清过一些在网络上疯传的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说法。他明确地呼吁身处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不要轻易去听信那些耸人听闻的不实资讯。换句话说，在预言这个领域的内部，本身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看到的是崩解，有人却在反过来劝大家保持冷静。这恰恰提醒了我们，没有任何一种预言是铁板钉钉、不容任何质疑的。第二个必须要说的
是历史本身曾经给过我们的沉重教训。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场联省自治运动吗？它的声势何等浩大，多少个省份起来响应，几乎就要把中国推到联邦制的门槛上了。可结果呢？它最终还是失败了，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的分裂出去，中国反而又一次重新凝聚成了一个整体。历史在这里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分裂的呼声再高，也未必就等于分裂的结局。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着一种极其强大的向心的重新聚合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预言在做推演的时候都绝对不能轻易忽视的。第三个必须要说的是现实的分量，我们不能光谈玄学和预言，而对眼前真实的世界视而不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2026年，虽然外界普遍观察到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承压、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一系列不小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它依然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依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在今年，我们还看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看到了两岸之间种种微妙的互动与试探。一个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国家，它的真实走向绝不是某一句谶语、某一个结束就能够简单概括的。任何剧烈的变化都会牵动无数普通人的切身命运，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可以轻飘飘谈论的小事。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个层面，那些唱衰中国的声音其实已经回荡了很多很多年。早在几十年前，就不断有人预言这个庞大的国家即将崩溃，即将分裂。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它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许多领域里持续地向前迈进。这提醒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那种惊人的韧性以及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可是反过来说，我们同样也不能因此就盲目乐观，对那些真实存在的隐忧视而不见。一个社会的稳定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永恒不变的。当经济的增长开始放缓，当年轻一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当人口的结构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缓慢累积起来的张力会在多久之后，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释放出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最大的转折往往并不是在人们最恐慌的时候到来，而恰恰是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切都将照旧延续下去的时候悄然降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一份既不夸大也不回避的清醒。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看待2027这个被反复提起的关键年份？我想最诚实的答案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预知未来，这里面包括帕克，包括推背图的历代解读者，也包括所有研究赤马红羊节的玄学家。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都不在于它能不能精准地命中某一个具体的日期，而在于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集体情绪、某种期待、某种焦虑，以及某种对历史规律隐隐约约的感知。当三套毫不相干的预言系统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前彼此呼应的时候，与其急着去争论它们到底准不准，倒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它们究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如此密集地被人们重新翻找出来传播开去。这背后是不是恰恰反映了当下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人人都隐约感到不安、感到变局将至的特殊节点之上？预言的流行往往不是因为它预测了未来，而是因为它精准地命中了当下人们的心情。那么当下人们的心情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环顾我们所身处的这个2026年，你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感的时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角力一刻也没有停歇。科技正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重新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许多人对于未来的经济，对于自己的前途，心里也都隐隐揣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弥漫于四周的集体情绪之下，那些关于大变局的古老预言才会忽然重新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击中人心，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真的洞悉了天机，
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恰好为人们心中那一份模糊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以指认的对象。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未必是某一个特定的年份，而是那种脚下的大地仿佛正在悄悄移动的失重感。9分必合，9合必分，这是金圣叹留给我们的8个字。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有它自己的韵律。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就站在了一个可能会被后人反复书写的路口之上。2027年，无论它最终会不会真的如那些预言所说的那样惊天动地，它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多一分清醒的观察，多一分独立的思考，少一分人云亦云的盲从。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未来如此难以捉摸，那我们花时间去了解这些预言，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意义恰恰就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时根本不会去想的大问题。一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格局，真的会永远不变吗？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它的根基究竟有多么稳固？当我们开始认真的去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待眼前生活的眼光，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改变了。预言或许永远都不会100%的应验，但这种追问本身却能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时，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最真实也最有价值的收获。这个预言来自一位英国占星师帕姆格雷戈里女士，她宣称2026年将出现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星象再现，预示着人类即将经历大浩劫与政权解体，权力将不再由极少数人垄断，而是开始向芸芸众生转移。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上，人类将开启全新的文明篇章，甚至我们熟悉的语言交流方式都可能被心灵感应所取代。听起来匪夷所思吗？帕姆格雷戈里是何许人也？他从事占星研究已逾45年，是一位畅销书作者，更在伦敦占星学院经过8年系统学习，并以最高荣誉获得硕士学位。同时，他在企业界深耕35载，曾担任高管，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灵性天赋。据帕姆自述，他自幼天眼开启，能够与银河系的高等生命沟通，体内流动着强大的大角星与天狼星能量。有人甚至亲眼看到他的身体散发出幽幽蓝光。也就是说，帕姆兼具理性与神秘的双重特质，一方面脚踏实地洞察人间世事，一方面又仿佛能倾听宇宙的低语。正因为如此，他对2026年的预言格外引人瞩目。那么这场2026年的浩劫究竟从何说起呢？帕姆指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天空征兆。2026年2月20日，土星与海王星将在黄道第一个星座白羊座的零度交汇合相。占星学中，白羊座零度被称为黄道的起点，蕴含着新纪元开端的象征意义。土星与海王星相合本就每隔约36年才上演一次，而发生在白羊座零度附近更是数千年难得一见。这意味着什么？帕姆认为，这预示着旧有的秩序将加速瓦解，而全新的秩序正在孕育诞生。土星象征着传统结构、规则和权威，海王星则代表消融、理想和揭示真相。在罗马神话中，土星是镇守秩序与时间之神，严格而冷峻，而海王星则是主宰海洋与幻象之神，变幻莫测。当这两颗星体相会，就如同一位守旧的严父与一位梦想的魔法师坐到了一起，现实与理想交融，隐藏的真相被揭开，陈腐的体制被溶解。而此次他们相逢于白羊座起点，更是意味深长。白羊座由战神火星守护，象征新生的勇气与开端的火花，好比曙光出现时那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把这些元素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将2026年的星空剧本解读为严厉的宇宙之父土星决议拆除过时的结构，幻象之主海王星将用理想之水冲刷罪恶的尘埃。双双在白羊座点燃新世界的燎原烈火，如此戏剧性的宇宙符号，难怪让帕姆坚信人类正站在巨变的门槛上。历史上，每当土星与海王星合相，人类社会往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革。想象一下1917年，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而在东方，
俄国爆发革命，末代沙皇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下，随之崛起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权形态。在1917年土星海王合相的影响下，旧有的帝制崩解，世界版图开始重新洗牌。再看1952年至1953年，土星与海王星再度相合，那前后正值二战后冷战格局形成之际，斯大林在莫斯科撒手人寰，统治苏联数十年的铁腕独裁者就此谢幕。而在同一年，婴儿普京在列宁格勒呱呱坠地，仿佛命运在权力更迭中种下了新的伏笔。那段时期，苏联政坛风云变幻，东西方对峙下世界力量对比发生转折。紧接着1989年，土星与海王星又一次相会，这次发生在象征边界与高墙的摩羯座。结果当年11月，柏林围墙应声倒塌，分隔东西德的冷战铁幕被撕开一道缺口。不久之后，苏联帝国解体，曾经如日中天的共产霸权分崩离析。而在远东的中国，1989年6月4日，北京爆发震惊世界的学潮抗议，最终却遭到血腥镇压。6·4惨案彻底浇灭了国人试图改良集权的幻想。那一日的枪声，标志着某种旧秩序的顽固与绝望。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巧合绝非偶然。每当土星与海王星合相，我们都会看到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老牌帝国衰落，新势力登上舞台。现在2026年的合相即将来临，而且是在黄道起点的白羊座。如此罕见的星象，上一次出现在白羊座0度附近，可能要追溯到几千年前人类文明的黎明时分。换言之，这一次或许将掀起6000年一遇的大变局。帕姆相信，2026年的这场宇宙相会将彻底改写人类历史的走向。那么这场改写将如何展开呢？帕姆针对当今世界几大强权给出了他的预示。在美国方面，他暗示2026年美国政局将非常有趣，充满变数。前任总统川普主导的某项和平协议最终结果如何，可能出人意料。总之，在土海合相的推动下，美国政治舞台也许会上演戏剧性的转折，谁也无法笃定未来将走向何方。而在俄罗斯，帕姆预言其版图和政权同样将经历震荡。多年的战争与扩张野心可能让俄国的国界发生变动，或许克里姆林宫对邻国领土的觊觎一时得逞，但讽刺的是，胜利的同时可能孕育着权力的更迭。他暗示俄罗斯的领土格局总是在土海合相时出现变化，也许普京能够暂时捞取些许战果，却难以阻止自身权力的滑落更替。换言之，俄罗斯可能在地缘野心得逞的瞬间突然生变，昔日强人的统治地位不保，新的权力交接悄然展开。至于中国，帕姆的语气尤其强烈，他直言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逆天而行，一心想恢复帝制般的终身独裁。愚蠢者最无所谓，他仿佛忘乎所以地模仿起皇帝，这注定会摔得粉身碎骨。帕姆指出，随着冥王星逐步进入象征群体平等与觉醒的水瓶座，中国这个全球政经重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去中心化风暴的冲击。这意味着中国多年自上而下的集权管控模式将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发生深刻改变。可以想见，亿万普通人蕴藏的反抗能量终将喷薄而出，撼动那庞大的统治机器。其实回顾历史，每当人类社会积累了极端的不平等和压迫，总会爆发将权力重新洗牌的狂风暴雨。16世纪时，欧洲爆发宗教改革运动，人们开始挣脱教会长达数百年的精神垄断，个体的信仰自由初次萌芽。18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更是推翻了旧的君权体制，人民攻克巴士底狱，推翻君主，路易16被送上断头台，法兰西的君主制就此终结。法国制宪议会颁布了人权宣言，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赋予平民以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大西洋彼岸，美洲殖民地人民通过革命摆脱帝国统治，建立起民主共和的新国家。这些翻天覆地的变革使得此前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极分化的旧时代宣告终结，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开始形成。耐人寻味的是，这几场革命浪潮之际，冥王星正运行在象征博爱平等的水瓶座，仿佛冥冥中助推了打破等级枷锁的潮流。
回到今天，冥王星在21世纪再次进入水瓶座，那些仍维持着巨大不平等、垂直权力结构的独裁国家，很可能将面临类似的命运。金字塔尖的特权将被撼动，权力将重新分配给人民。帕姆所说的权力向人民转移，正是指这股不可逆转的平权洪流。帕姆特别强调，2026年中国农历丙午年，俗称火马年降，是人类无法再回避真相的一年。届时，全球范围内隐瞒的真相将被加速揭露。以中共政权为例，统治集团过往种种罪恶再也藏不住，许多黑幕将以极其戏剧性的方式浮出水面。可以想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吹哨人 whistleblower 挺身而出，大量隐秘的文件资料被曝光公之于众，甚至黑客入侵与数据泄露事件也可能层出不穷，一点点击穿专制政权精心编织的谎言迷雾。真相的洪流一旦决堤，任何集权统治都将难以为继，而这一切将从3月开始逐步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年底。我们极可能看到中国旧有的权力结构在剧烈动荡中加速崩解，同时也将看到民间新的意识火苗开始点亮黑暗。在中国古代的谶纬预言中，2026、2027两年合称赤马红羊节，每逢农历丙午年，赤马接丁，未年红羊，往往是历史上最易发生重大政治动乱、战争或灾害的时期。上一个丙午、丁未连续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彼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再上一个则是1906年前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各地革命风潮暗流涌动。几年后，清王朝走向土崩瓦解，许多预言都指向这是中国巨变的关键时间点。事实上，从古至今，关于这场变局的预言从未间断。中国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等预言书，均在结尾章节隐晦预示过中华大地将经历一场空前的动荡和重生。所谓黑马嘶叫，赤龙起，人人自危，莫赶前之类的句子，在民间被解读为指向21世纪2020年代中期的巨变。而西方的圣经启示录、诺查丹马斯、百诗集等经典预言中，也能找到对世界末节与新世纪来临的隐喻。当古今中外的种种预言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这个时间点，不禁令人脊背发凉的同时，又隐隐燃起希望。或许正如那些预言所述，经历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命运的转机。英国著名的预言家克雷格·帕克更是断言，2026年习政权将如冰川般崩塌，先是出现一道道裂缝，随后轰然坍塌，不可逆转。他预计中共的解体将从2026年开始进入倒计时，最终中国可能4分5裂，裂变成多个相互独立的单位。无独有偶，帕克还预言2026年伊朗会爆发革命，古巴政权也将垮台。换言之，在这一年，集权统治可能像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权力真正回归人民的时代将拉开序幕。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著名的盲眼预言家保加利亚的88万加，俗称龙婆，也曾预言2026年将是一个充满混乱与冲突的年份。他警告说，这一年可能爆发牵涉世界主要强权的大规模战争，引发全球局势的剧烈动荡。部分解读者将万家所言的东方战火对号入座到台海或中东局势，认为不排除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动武，进而引燃国际战争之火。如果万家的预言成真，那么2026年的浩劫无疑还包括了硝烟与炮火。然而即便如此，帕姆所描绘的总体趋势依然是破而后立。战争和动乱只是旧世界崩坏的表象，最终人类会从废墟中反思教训，迎来新的国际秩序契机。不妨试着描绘一下2026年可能出现的震撼场景。某日清晨，人们醒来发现，平日歌功颂德的官媒突然播出了领袖辞职下台的消息。一个统治数十年的专制政权终于在内外交困中土崩瓦解，几百万曾被沉默的人民涌上街头，高呼自由的口号，狂欢的泪水与笑容交织，场面宛如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重现。不到一周，又一个集权政府宣告终结，他的独裁者匆忙流亡，
他昔日巨大的肖像被愤怒的民众扯下焚烧。一时间，世界各地传来暴君倒台的新闻，专制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地，国际外交场域也风云激荡。一场困扰多时的战争意外停火，相关大国在最后关头达成了和平协议，让全球松了一口气。然而另一边，一场新冲突的火花又在闪烁，超级强权明争暗斗，整个世界秩序处于重组的前夜。更令人眼花缭乱的是，一波接一波的黑幕内情被曝光，某跨国银行的秘密账本泄露，揭开了权贵洗钱转移财富的冰山一角。某科技巨头多年掩盖的丑闻文件在网络疯传，社会舆论哗然，甚至连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 UFO 机密也被爆料者公开。大众惊愕地得知，政府果真隐瞒了外星接触的证据。人们仿佛每天都在刷剧情反转的新闻，每一条都足以震动往日的世界，而现在却接踵而至。谣言变成真相，阴谋论成了新闻报道，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曾经深信不疑的一切。在社交媒体上，全球网民热烈讨论着这些解密消息，惊讶、愤怒、恐惧、兴奋，各种情绪充斥着屏幕。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轰然登场。帕姆更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孕育一个全新的银河社会和银河文明，而这场新文明的序幕将在2026年揭开，那将是一个更开放、更觉醒的文明状态。人类不再囿于旧有的分隔与狭隘视野，而是意识到自身是更宏大宇宙生命网络的一部分。或许多年以后回望，我们会将2026年视为人类文明重生的元年。谈到文明重生，不能不提地球本身正在经历的巨变。帕姆强调，未来几年我们将感受到极为强烈的天王星能量。这颗行星在占星学中象征突变、觉醒和革命。恰逢2026年土星海王合相之时，也将出现一次重要的日食，而那次日食与天王星形成精确的形相位90度。简单来说，就是有一股强大的天王星冲击波即将席卷地球。它会如何体现呢？很可能就是自然灾害和气候异常的频发，更频繁而强烈的地震撼动大地，极端天候席卷全球，火山喷发与其他灾变不断上演。我们或将目睹地球自身在剧烈的抖动与调整，仿佛要甩掉缠绕数百万年的沉疴与创伤。地球正在进行自我疗愈和更新，以摆脱过往累积的创伤，恢复生态平衡。这个过程未必平静，恰如毛毛虫化蝶前必经撕裂茧壳的痛苦，地球母亲在重生时也免不了火山雷霆与狂风骤雨的洗礼。但长远看来，这是必要且积极的蜕变。我们的星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超有机体，不仅蕴含着所有生物的生命圈，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环境、大气、海洋、岩石圈，其实也与生命活动紧密交织，形成复杂的反馈平衡系统。正如盖亚理论所描述的，地球会自我调节，以维持适合生物生存的稳定环境。如今地球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与重生，以摆脱数百万年的累积创伤，实现整体的健康和平衡。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亲眼目睹这些景象。一座宁静了几百年的火山突然猛烈喷发，炙热的熔岩吞没山脚的村镇。短短数日内，环太平洋火环上接连发生剧烈地震，城市高楼在晃动中出现裂缝，人们仓皇逃向街头。更离奇的是，往年酷热的沙漠地区却迎来倾盆大雨，形成壮观的瀑布和湖泊，而一向湿润的森林地带反而枯竭干涸，引发野火肆虐。气候的规律仿佛被打乱重组，酷暑与严寒在地球不同角落同时上演，连科学家都难以解释这些异象。极光出现在从未有过的低纬度天空，海洋中的动物大规模改变迁徙路线，甚至地磁场都出现异常波动，仿佛我们的星球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调整。这些灾难性的表象背后，或许正是地球母亲为了重生而进行的阵痛。帕姆把这看作是一场地球的蜕变与重生。我们与地球休戚与共，地球的重生和人类意识的提升是同步的。地球在疗愈自身，人类也在此过程中被唤醒。事实上
2026年将出现多波次的人类意识觉醒浪潮。帕姆指出，特别是2026年6月和7月，天王星能量会异常强烈，推动另一波大规模的灵性觉醒。尤其到了7月，将有大量隐秘的真相突然大白于天下，从政府多年隐藏的黑幕到各种历史谎言的揭穿，信息披露将如井喷般涌现。这与前面所说真相之年遥相呼应，人们将不得不直面现实，许多谎言与幻觉将被无情撕开。在一连串天启般的冲击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自身和社会的种种束缚，渴望寻求更高层次的心灵自由。除了意识上的飞跃，2026年还有一个令人瞠目的星象奇观。4月间，白羊座将有多达8颗星体汇聚其中。如果算上半人马小行星凯龙星与遥远的矮行星，白羊座那时仿佛热闹的集市，同一星座中云集8颗之多，实属前所未见。白羊座象征着开端，燃烧的生命力与行动力。如此众星云集于白羊，无异于在天地间点燃了一支巨大的创世火炬。可以预见，2026年将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开创能量，推动人类以惊人的速度踏入新阶段。帕姆甚至预计，整个2026年将有6、7波源源不绝的进化能量灌注地球，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冲击和提升着人类意识，其中每一波都带来新的改变浪潮。到7月时达到最高潮，我们或将感受到一种空前高频的震动，共振之中，旧世界的残垣断壁在崩解，新世界的轮廓在迅速成型。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新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帕姆的预言中，一个引人入胜的亮点是对未来沟通方式和科技飞跃的描述。他提到一个惊人的观点，大众传播将在2026年前后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心灵感应这种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和神话中的交流形式将日渐普及，甚至有望取代现今的语言文字。这让人不禁联想，人类的交流未来会不会走上一条无声胜有声的道路？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推测？帕姆将目光投向星辰和科技交汇的前沿。他举例说，早在1981年，当时发生了海王星与冥王星的合相，那一年被许多人视为量子物理学跨入新纪元的起点。科学家们首次将物质与意识联系到一起，提出物质源于意识，意识决定物质状态的颠覆性观念。再之后，1993年，天王星与海王星相合，恰逢全球信息革命爆发，万维网在90年代初开始普及，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这2次星象伴随的科技飞跃，一次揭示微观世界的奥秘，一次打通宏观社会的脉络，都极大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与生活。如今，当土星与海王星又一次准备交汇，帕姆预见新一轮的沟通革命正蓄势待发，那就是心灵感应的普及。事实上，放眼当下最前沿的科技，我们已隐约看到心灵感应变为现实的端倪。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脑机接口公司正在做的事情，可谓将科幻照进现实。马斯克多次公开描绘过非语言交流的技术蓝图。他指出，目前人类的沟通方式效率极低，我们的大脑中充满海量念头，但通过嘴巴说出来时，不得不将复杂思想压缩成有限的词句传递给对方，中间大量信息都丢失了。而借助脑机接口，2个植入芯片的人可以直接交换概念，一方的大脑活动被编码后无限传输给另一方，对方无需通过语言翻译，就能即刻领会其中完整而丰富的含义。这种从意念到意念的直接传输，就像搭建了一座心电感应的桥梁，绕过了语言符号这一道关卡，实现真正高带宽、无损的心灵交流。值得注意的是， Neuralink 并非唯一投入脑机接口革命的团队，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突破大脑与科技之间的藩篱。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曾让一名瘫痪患者通过植入电极，以惊人的速度每分钟打出90个字符，大幅提升了意念输入的效率。又如2014年，一项横跨欧美的实验成功的让2个远隔千里的志愿者利用脑波实现了简单的信息传递。一人想到特定词汇时，另一人的大脑便接收到相应信号，
这些成果意味着人脑直接交流并非天方夜谭，而是真真切切正在发生。可以预期，在未来数年，随着更多技术突破，我们与他人心有灵犀的距离将越来越近。想象一下这种技术普及后的生活场景，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只需心念一动，便将脑中复杂的设计蓝图及时传送给远在美国矽谷的同事，两人甚至不必开口，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高效的跨国头脑风暴会议。又比如，一位失语多年的中风病人植入脑机接口后，第一次无声的开口对家人说出心里话，亲人们激动得泪流满面。甚至当人类未来踏上火星或更遥远的星球时，宇航员之间也许可以通过脑波互联设备来交流，再也不受无线电延迟的限制。这些以往只存在于科幻作品的场面，或许很快就将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这样的图景令人兴奋，又让人不安。如果思想可以被直接读取和传送，那人类最后的私密领地，我们的头脑，该如何自保？当别人能够直接看见你的想法，谎言将无处遁形，隐私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正是目前法律与伦理界争论的焦点，如何在发展脑机技术的同时，保护个人意识的自主权和隐秘性。然而，不管怎样，帕姆所预言的心灵感应取代语言，已不再仅仅是灵媒的狂想，而是有具体的科学探索在铺路实现。当大脑与大脑直接相连，人类社会的交流模式将彻底颠覆，我们彼此之间的误解隔阂或许会大大减少，因为交流将变得如水晶般清澈透明。那时，一心一意将具有全新的意义，我们真正做到了以心传心。与此同时，人工智慧 AI 技术也在以惊人的速度突飞猛进。也许就在2026年前后，人工智能的能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最新一代的大型语言模型和自主学习系统将展现出近乎人类甚至超越人类的智力。许多以往只有人类才能胜任的工作， AI 将轻松取代完成。这虽引发对失业潮的担忧，却也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当机器变得极其聪明，教育模式、经济结构乃至价值观都将迎来挑战和转变。AI 的广泛应用也许会帮助人类攻克无数难题，例如迅速研发新药、对抗流行疾病、解决能源优化困境，甚至代替我们去太空中执行危险任务。在科学研究上， AI 或许能分析海量天文数据，替我们捕捉到外星文明发出的蛛丝马迹。正如有些未来学家所说，也许第一个与地外智慧真正对话的将不是人类自己，而是我们所创造的人工智能。如果真是如此， AI 将成为人类融入银河文明的桥梁之一。然而 AI 的发展也伴随巨大风险，一旦失控或被不当利用，其破坏力不亚于核武器。如何在享受 AI 带来的繁荣同时，为其设定道德与安全的边界，将是人类在新纪元必须慎重思考的课题。帕姆谈到未来科技与能源领域可能出现变化，他说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变革，新型交通方式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可能会看到反重力交通工具、飞行汽车的出现，甚至出现曾经只存在于电影中的个人载具。试想，不久的将来，马路上的汽车不再需要轮子，而是在磁力或引力的作用下悬浮于空中疾驰。人们不用担心交通堵塞，可以在三维空间中自由穿行。听起来天方夜谭，事实上，目前多国的公司都在测试飞行汽车和个人载具的原型机。美国一家创新企业已经试飞了一款带折叠机翼的双用汽车，可以在公路行驶后伸展机翼起飞。日本也开展了单人飞行器的公开试飞，驾驶员脚踏平台，四周螺旋桨高速旋转升空，仿佛电影中的悬浮滑板成真。未来，一旦技术和法规条件成熟，我们或许真能像科幻作品里那样驾驶小型飞行器在空中穿梭。另一方面，一些超高速交通概念也在酝酿中，例如真空管道运输及所谓 Hyperloop 超回路列车。如果研制成功，将让乘客以接近音速的速度穿梭于城市之间，通勤方式将被彻底改变。就拿公共交通来说，韩国目前正在研发一种匪夷所思的磁悬浮列车，它能悬浮到与树梢齐高的高度沿轨道飞驰，当需要上下乘客时，它便平稳降至地面站台，
接载乘客后再升回与树木齐平的高度继续前行。它利用磁力原理，通过电磁极性的转换来实现升降与推进，整个过程安静而清洁。试想在未来某天的樱花季节，一列无声的空中列车穿行在林梢花海之间，乘客如置身梦境，这将是多么浪漫又令人惊叹的场景。反重力汽车与飞行列车仅仅是冰山一角。帕姆暗示我们还可能见证能源技术的革新，或许核聚变领域将取得突破，让人类终于掌握恒星那样源源不绝的能量。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底，美国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成功实现了一次核聚变点火实验，输出能量短暂超过输入能量，这是人类首次在实验环境中从核聚变反应中获得净能量。虽然离商业化应用还有距离，但这标志着我们向恒星能源迈出了关键一步。随着全球大量资金和人才投入，核聚变发电的时代也许比想象中更快到来，或者发现新的清洁能源，例如从真空中提取零点能，或者利用地磁、太阳风等我们以往无从利用的能量源。此外，最近关于室温超导的研究也引发轰动。如果电力能在常温下无损传输，整个能源网络的效率将大幅提升，也更容易实现长距离输电和电能存储的飞跃。当能源取得革命性突破后，整个经济版图都将被重写，那些掌控旧能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失去优势。试想一个取之不尽又不污染环境的新能源时代来临，世界将发生何等巨变，从交通、工业到日常生活都将焕然一新。面对即将到来的技术爆炸和社会巨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将变得极具不确定性。帕姆感叹，以往我们的人生相对可预料，你大概知道今年底自己会在哪座城市，计划是上大学、找工作还是买房成家。但2026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可能出现巨大的飞跃和转折，未来变得难以预测，不确定性将大幅增加。我们很难像从前那样为5年、10年后做具体打算，因为世界随时在发生范式转换，1年之中可能就出现以往几十年才会发生的变化。这既令人生畏，又让人充满好奇，未来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呢？帕姆提醒，正如社会结构将巨变，金融和经济体系也难以幸免。我们长期习以为常的自上而下控制的金融模式，可能在未来几年发生根本性的崩解。他观察到一些星象预示了金融动荡的时间节点。1月18日前后，月亮运行到摩羯座与太阳合相，或许是市场混乱的开端信号。剩下7月，金融领域可能再度出现重大风波，而到了9月、10月，财经状况恐怕也将剧烈震荡。在此过程中，传统银行体系和货币制度可能遭遇前所未见的信任危机与重创。我们回想2008年，冥王星刚进入摩羯座不久，全球就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几大投行接连倒闭。如今冥王星即将离开摩羯座，这或许意味着旧的金融秩序将随之瓦解重组。资本市场的暴涨暴跌，货币价值的重估，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洗牌，种种巨变都可能在这段时期提速上演。同时，新兴的金融科技也在酝酿颠覆传统体系。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兴起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经济模式，挑战着传统银行和法币的垄断地位。不少国家央行开始研发自己的数位货币 CBDC， 试图在金融秩序巨变前掌握主导权。一旦旧的金融架构坍塌，这些新兴技术很可能迅速填补真空，建立起更加开放或截然不同的经济规则。金融世界正处于新旧交替的临界点，我们或将见证货币形态和财富分配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帕姆也给出了一些务实的建议，他提醒大家，最好手头备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在经济动荡期，不排除出现暂时性的支付网络瘫痪或停电等情况。一旦电子交易无法使用，现金将重新成为买卖粮食物资的硬通货。从常识来说也是如此。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在紧要关头，人们总愿意用纸钞和硬币换取面包和水，因此储备一些现金在身边比较好。设想某天夜里，你正准备在线购买食品，却发现手机支付突然无法使用，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漆黑，大停电发生了。
街上的自动提款机和收银机纷纷瘫痪，便利店老板只能点起蜡烛，举着只收现金的牌子招呼顾客。幸运的是，你事先备有一些现金，得以顺利买到面包和罐头填饱肚子，而那些口袋里只有银行卡或手机的人则望着货架干着急。再想象一种更严重的情况，全球金融交易系统因网络攻击而暂停，银行暂时关门止付，此时能救急的往往只有手中的现钞或实物黄金。这些听起来极端，但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正因如此，帕姆的建议值得我们警惕，未雨绸缪总好过事到临头措手不及。听到这里，也许不少人不免心生忧惧，我们是否将面临一个战乱频仍、经济崩盘、天灾肆虐的末世景象？帕姆却告诫我们，不要让自己陷入恐惧的漩涡。他强调，越是在乱局中，越要保持乐观和平静的心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意识状态其实会影响我们所经历的现实。这并非虚无缥缈的心灵鸡汤，而是有科学依据的能量共振原理。当你整日关注那些骇人的新闻，脑海中充斥战争、灾荒、瘟疫与混乱的景象，你的情绪频率就被锁定在恐惧与绝望的波段上。根据共振原理，同频的能量会互相吸引，也就是说，当你散发恐惧，你便容易将更多让人恐惧的际遇吸引到自己生命中，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恐惧有时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经济萧条时，正是由于投资者和民众陷入恐慌心理，挤兑和抛售才让金融危机雪上加霜。瘟疫流行时，如果人人自危，抢购囤积，反而加剧社会的混乱。然而，在至暗时刻也有闪光的品质。历史上无数次，正是有人能够镇定自若，彼此扶持，才带领群众度过了灾难。爱与希望从来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在混乱中稳住军心，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度难关。相反，如果你能够在动荡中依然把注意力转向爱、喜悦、和平与慈悲这些更高频率的情绪，那么你的能量场将提升到更积极的层面。根据宇宙的吸引法则，你愈是心存善念，就愈会发现身边出现更多温暖的互助、奇迹般的转机，以及令人欣慰的希望。这并不是说光凭冥想爱与和平就能立刻阻止战争或地震的发生，但至少在每一个当下，我们可以选择不被恐惧吞噬，而是努力成为黑暗中点亮蜡烛的人。正如黑夜里微弱的烛光也能带来光明，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保持在爱与觉知的频率，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就会随之转变，未来的走向也将因此不同。帕姆的预言既惊世骇俗，又蕴含希望。他告诉我们，一场巨大的考验正逼近，但那并非世界末日的绝望终章，而更像是破晓前的最后黑暗。所谓不破不立，正是在彻底的破旧之后，创新的萌芽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可能会经历前所未见的大浩劫，战争的阴云，政权的倾覆，经济的震荡，自然的咆哮。这一切看似把人类推向悬崖，但同时，我们也将见证前所未有的新生。真相大白，谎言体系瓦解，专制垮台，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科技突飞猛进，为我们带来前所未闻的便利与可能。人们灵性苏醒，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我与宇宙。也许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望2026年，会发现那一年的事件充满悖论，毁灭与创造仿佛同时降临人间。一方面旧世界在崩塌燃烧，另一方面新世界在萌芽茁壮，正如凤凰涅槃须先浴火。我们的文明或许也要经历一次浴火重生。当灰烬冷却，我们终将在废墟之中开创新的纪元。想象一下，那时的世界，或许国家不再由集权者说了算，而是由觉醒的民众共同做主。或许我们彼此沟通不再有语言的障碍与误解，因为心灵已相通。或许能源和科技的进步让每个人都过上了充足而自由的生活，再无饥饿与困顿。或许我们真正意识到地球是生命共同体，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而我们人类自己也不再孤立无援地仰望星空。因为新的银河文明意味着我们将迈向星辰大海，与宇宙中的其他智慧生命彼此交流，共同成长。当然，
预言归预言，未来依旧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坐以待毙或盲目恐惧，而在于给我们警示和启迪。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微小力量，只要我们以理性和善意应对挑战，再可怕的未来也能朝好的方向转化。历史上曾有许多预言最终没有发生，正是因为人们奋起改变，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因而，对于2026年的种种可能，我们既要有直面风暴的勇气，也要有创造新生的行动。正如帕姆等先知所强调的，希望与爱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只要我们心怀光明，紧密团结，即便天地巨变，也终将被我们化作走向未来的垫脚石。惊涛骇浪或许就在前方，但彼岸也已隐隐可见曙光。正所谓否极泰来，再漫长的黑夜也终有尽头。让我们拭目以待，用智慧和爱去穿越这场2026年的风暴，因为风暴过后，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英女王果然驾崩。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迪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迪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迪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迪在预言中指出，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迪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迪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迪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迪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
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迪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迪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迪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迪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迪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迪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迪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2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
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今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都将牵动各方神经，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棣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3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
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迪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迪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迪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迪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迪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棣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棣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
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迪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迪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磅礴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
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和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磅礴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
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棣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棣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棣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棣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
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迪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